所有的账盘完的第二天，莉迪亚带着众人出发赶往安克雷奇，林浩和阮成留了下来。等到傍晚时分，一架直升机直接停在了基地边。这也得亏了闲着的2天，工人们用石头铺了营地，林浩干脆让他们挑点不一样颜色的，铺了一个直升机停机坪。来人其中之一是韩顺平的管家，林浩见过几回，没有太多的寒暄，林浩便将打包好的金沙交给了对方。至于让凯恩准备的1吨左右的黄铜，早在半个月前韩顺平就安排人运走了。黄金随着直升机离开，剩下的林浩也没法再操心，坐着车晃悠着回到了安克雷奇。众人都在酒店里等他，安排大家聚餐时，林浩看着众人眉头微皱。先说说明天的安排，莉迪亚明天会对着大家先去理发，把自己收拾干净了，接着会带大家去购物。偷偷和你们说一声，大部分都是咱国内产的，所以买点本地的土产就行，别傻乎乎的啥都买，结果回来一翻标签，上面写着 Made in。咱要支持国货，就回家后再支持，没必要让这里的资本家扒一层皮。众人听他说的有趣，皆是附和着大笑起来。吴昕含笑看着林浩的安排，对于林浩的成功或者说身家，他和李明辉较熟，算是多少有些了解了。几百公斤的黄金，他没在林浩面上看到多大的喜色，说明对方的家底不是一般的厚。但就是这么一个年轻人，能细致地安排每一个工人，告诉他们每一个要注意的事项，这太难得了。他倒不是说见过的有钱年轻人都不好，其实大部分给他的印象其实也不错，能善待身边人，能带着大家一起发财，但就没一个像林浩这样事无巨细的叮嘱，甚至连回去以后有可能会因为突然有钱而产生的心理变化都提前打了预防针。这是什么？这是真不把对方当外人，或者说这哪是老板，分明是父母一样。第二天，林浩去找了老肯特，关于在安克雷奇设立渔业捕捞收购公司的事，两边的合同已经签署了。韩顺平安排人来谈判的，最终商定莉迪亚占分公司3分的份额，原本的渔业公司投资70%，初步计划投资1个亿美刀，其中3000万用来制作收购加工工厂，7000分用来打造捕捞船和团队。老板，资本的游戏就是大鱼吃小鱼。我了解到，目前安克雷奇有加工厂5家，其中3巨头的地位暂时无法撼动，但剩下的2家我们可以考虑，不行就全部收购了。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我们能快速的投入运营，弊端则是前期的投入会大一些。乔伊提议道，他是昨晚赶过来的。之前他之所以离开淘金基地，受不得那份苦是真的，当然也是因为林浩给他安排了另一份工作，用他的人脉和能力摸清目前安克雷奇渔业的整体情况。林浩打算等到安克雷奇这边正式运营之后，莉迪亚担任总经理，乔伊则挂一个顾问的头衔，毕竟莉迪亚太年轻了，有乔伊这个老狐狸在旁边，大家也放心些。而且肯特和乔伊是世交，不担心乔伊会去坑莉迪亚。乔伊，你可以先接触一下2家，只要价格合适，你可以考虑收购。我们缺钱不假，但我们更缺时间。了解老板。见大家商量好，一直微笑看着大家的肯特开口邀请道：寒冬将至，马上捕蟹季就要开始了，有没有想法闯一下白令海？林浩还真的有些心动，对于大海他是向往的，而对于昂贵至极的帝王蟹和松叶蟹，他更是兴趣颇大。但想想接下来自己的事情，老肯特，国内还有一堆事啊，今年估计时间很难挤出来，我答应你，明年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一言为定，刚好我可以利用1年时间选一艘好船。林浩独自离开的，3人将他送上出租车。乔伊笑看着老友，伙计，我给你选的合伙人怎么样？老肯特微微点头。林与我接触的所有商人都不一样，他似乎永远把情感放在第一位，对他来讲，赚钱并不是第一位，更像是一场游戏。又看了一眼自己女儿，小声地嘀咕了一句，可惜就是结婚太早了。林浩回到酒店，再次看到了众工人，这下一看就顺眼多了，个个虽然还有些憔悴，但干净整洁多了。问了一圈大家有没有买东西，结果除了几个小年轻买了一些本地的雕刻制品，上年纪的那是1分钱都没花。老板，看我这个值钱吗？小五将手中的东西拿给他看，林浩看向小五手中的东西，应该是一件鹿角的雕刻品。他对雕工不算懂，但这一件雕的也太粗糙了，这要是带回去让自己加工厂的几个师傅看到，估计会笑话。花了多少钱？180刀。还行，不算贵，但这是鹿角，你虽然通过正常手续买的，还得额外加钱报关的。说不贵，其实也不便宜。鹿在国内可能比较少见，但在阿拉斯加野生的鹿群很多，驯鹿、驼鹿还有麋鹿，不说到处都是，但在林浩看来，肯定比自己家乡的野兔还要多，多就代表着价值不会太高。啊，那是不是很难？旁边另一个小年轻一脸郁闷地问道。林浩笑了笑，小五，把你们几个买的东西统计一下，发票给我，我来帮你们弄。之前他带鹿茸回国都是要单独报关的，没办法，这些玩意在国内野生的属于保护范畴，所以稍严苛了些。好了，今晚大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就回家。等到了京城，我会先安排大家体检，大家跟着我健健康康的来。那么回去，我交给你们家人的也得是健健康康的。说完又看向吴昕，吴叔，
我没法跟着大家一起回去，路上就劳烦您和朱叔了。到了京城，会有人接你们的机，到时听从对方的安排就行。放心吧，老板，有我在，谁要是敢不听话，我看干脆就把他的工资和分红都扣了。老朱说这话时，瞪着牛眼扫视一圈，一个个都噤若寒蝉，只有王家生和刘金俩师兄弟在那咧着嘴傻笑。说到底，两人入世不久就被关到了这里淘金，对于金钱的认知概念本就不强，再加上与林浩的关系，相信自己吃喝是不愁的。各位，等过完年我会去齐鲁拜访长辈，到时咱再聚。让大家去休息，王家生却留了下来。阿浩，我留下来吧，回家也没事。你在这边就一个人，我还真是不放心。生哥，我以前就一直独来独往的。虽是这么说，林浩还是答应了他，毕竟现在回去，以大师兄的性子，无事可做会急出病来。那我也留下来。二师兄刘金也说道：行，咱师兄弟3人一起回去。第二天一早，莉迪亚安排车将大家一起送到了机场。林浩先看着工人们登上飞机，他们要飞西雅图，然后再从那里转机直飞京城。乔伊这边也在通知机场地勤，安排私人飞机的起飞事宜。乔伊，我想买一架公务机，你有什么好推荐的？当然是湾流。乔伊不假思索的道。除了湾流呢？乔伊轻了一声，然后想了想道：老板，公务机的品牌很多，包括法国的空中客车，本地的波音都可以定制公务机，但他们主要是做民航大飞机的，定制的话需要的时间或许会很长。除了湾流，我建议是加拿大的庞巴迪或者巴西航空工业，这2家的产品性能和设计不弱于湾流。林浩揉了揉眉心，奶奶的，自己对飞机还真是一窍不通。算了，再问问韩顺平，还有答应阿克一架，到时也得问问他喜欢啥样的。